闯入1880年锡矿幻化的仙境，太平湖雨树盘踞成精，倒影里藏着整个马来雨林。倒影下来的话，真的就像一幅画一样，就像人在画中走，鱼在画中游的感觉。摸过显灵的千年神木，撞见菩提寄生的奇观，而物价更魔幻。冲进太平末后巷夜市，1.6马币透心凉8宝茶，5块的虾面暴击灵魂，比那个沙拉沃都便宜。年轻人多数都出去做打工了，这是老人家，到了老人家都没有什么钱用的。深夜抬头，市中心裸眼可见的北斗七星。我是 Sherry， 我们现在在太平，记得先订阅关注一下呢。嗨，是真的大Sherry带你天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的雨城太平。那现在我们要去太平湖转一转。那我现在在的这一个非常有殖民地风格的码头呢，就叫银禧码头。在银禧码头的这里呢，有一个1910，在另外一边呢有1935。你知道这个1910和1935是什么意思吗？来，刚刚我不是问大家吗？不是我问的，其实他问的。Do you know what do the years 1910 and 1935 on the 认不到了，认不到了。Cheaters and the gentlemen 英文有限哈，英文有限。其实太平湖这里感觉还是真的很舒服，特别是要在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就是现在这种傍晚时刻，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当地的人在这里围着跑步健身，而且你望过去之后，又有高山，又有这种蓝天白云，然后水天一色的感觉。这个湖面的话蛮近的，其实倒影下来的话，真的就像一幅画一样，如诗如画，如痴如醉。再加上刚刚啊有那种亲子，然后可以走到那个中间，它是有一条小道的，然后走到中间，就像人在画中走，鱼在画中游的感觉，真的美，真的漂亮的。然后现在的话，还有淡淡这种粉红的金色洒下来，给人感觉就如梦如幻、迷离的感觉。好，现在我们去逛一逛这个太平湖。太平湖呢，不仅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湖滨公园，也是马来西亚最迷人的花园。太平湖的历史呢，要追溯到19世纪末太平岸，以前这里锡矿是非常多的，它也是锡矿开采的一个重要基地。但在1880年的时候呢，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就把这一片废弃的锡矿地啊，改造成为一个人工湖，并在旁边建立了休闲步道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太平湖。太平湖的设计灵感来自英国的花园城市理念。英国殖民政府希望通过这个修建花园来改善城市的环境，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。在太平湖里面，不仅有宁静的湖泊，还有这种超级大的古树，古树参天，绿树成荫。这些树木呢，被誉为公园的守护者。大家相信树木是有灵性的，能保佑公园和游客的平安。有人说太平湖的湖底有没有开采完的锡矿，也有人说啊，这个湖底有古老的宝藏，但是这种据说现在还没有得到证实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那这里呢有一个小堤，它在上面竟然还建了一个小亭子，一个小的虹桥，包括这旁边啊还闪着这种五彩的灯，映在这个湖面上，就像映上了薄薄的一层轻纱，朦朦胧胧的。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就有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，又有磅礴的那种厚重感。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亭子啊，它其实有非常美好的寓意，就新婚夫妇啊
走过这个红色的长廊，然后走过这个亭子，就象征他们能克服婚姻当中的种种挑战，一起走向彼岸。说到古树，一定要说到我身后的这几棵标准的古树，也是太平湖的打卡点。你看下面搭着重重的支架，就为了保护它、拖住它。你看前面的也是一样的，这几棵古树呢，象征着太平湖的守护者，见证着太平的发展和历史。古树是有灵性的，它可以保护太平，可以保护来太平湖的游客们。为啥子啊？就是说它有灵性啊。为什么？哪有为什么？哦，这一棵古树的话完全倒了，现在是真的是倒了，好可惜。现在是把它看能不能救活吧，然后中间的话它成功的已经压下来了。要绕着它走，你看这个古树的下边，我的妈呀，这个树桩全是手臂长的、这个手臂粗的这种根须。什么叫菩提本无树？你看，在这一个古树上面啊，竟然长了一颗菩提。谁把一颗菩提子放在了那个树丫上面，它就随着这个大树的滋养，菩提树也长起来了。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幼苗，是不是以后也能成为保护一方的参天古树呢？穿过古树，摸摸古树啊，摇摇古树，摇不动。感觉这一棵古树就是一个界限。当然，我身后的这一棵古树呢，好像啊也是太平湖的最佳打卡机位的这一棵树。来，走过来的话，感觉这一面满满的是生活，好想加入他们，去感受他们的爱。我们之前也有听到华人小姐姐告诉我们，就是马来人他们是很注重家文化的，所以一般的话，在周末、周六，马来人就会带上孩子一家人在太平湖这个旁边露营，注重他们的亲子文化和交流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太平湖的旁边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很多马来本地人谈恋爱啦，或者说是一家人出游的。他们好了，他们自己做的。太平湖其实用很多古诗词，可以很形象的具化到这个太平湖上面。那现在良禽择木而栖，很多白鹤，他们就选择了一棵树，那是他们的家。就像太平湖当地的土生土长的马来人，他们也是围绕着这个湖，在这里依稀的生长。而这些树就像抛枝橄榄，既可以遮阴，又可以挡雨，还可以保护当地的一方水土。之前聊的那个本地的小姐姐也有告诉我们，其实像太平啊，当地的华人的话，也是不太愿意生小孩的，因为会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说教育啦、抚养啊、经济啊，还有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呀，所以他们会觉得有一定的压力，所以华人不愿意生。但是马来人不一样，马来人的观念是，如果说她怀孕了，她觉得这是上天赐予她的礼物，所以她一般会生。所以一般马来人的家庭的话，一般是4个、5个、3个都有可能。而且他们对于他们的孩子的话，很注重这种沟通和交流和爱的一个传递，所以他们几乎不管再忙，每一周然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陪伴他们一起玩耍，特别是陪小孩一起成长。这个湖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休闲公共的娱乐中心，然后又给大家提供很宽阔的一个草坪，包括那边还可以走一走、逛一逛，既可以看山，又可以看湖，还可以看人，看人情。再往前走的话，那边的话人就比较少一点点了。我们再走一走吧，然后就倒回去。这里也有中国饭店。这里像不像马来西亚？这里其实也不像马来西亚，就感觉它像一个原始的热带森林一样。你看湖好美，这个人行步道跑步多爽，然后旁边又有这些古树。其实我个人的话，我是最喜欢这些古树的。这个不是
一时一夕而就成的。这个需要真的好多年才可以长到这样子。这些古树叫 rain trees， 它是建于在 open in the 1880年的时候。走吧。这里是可以租自行车骑行太平湖，也可以游船、划船，也是可以的。我们看一下价格吧。这个有点贵哦。这个单人的是30分钟5马币，双人的是30分钟20马币。回走了。那刚刚说的榆树的话就是这些，那这好像都是一个品种的。我发现了，这个小孩吃剩的，爸爸也吃，所以这是一般通常的都是这样子的。这个男的呀，就要吃媳妇儿吃剩下的，吃孩子吃剩下的，以后的话都是吃剩下的，是吧？我觉得天天在这里做，离婚率肯定都很低。我觉得他们马来的离婚率肯定很低。像现在国内的穆斯林不能离婚啊，穆斯林不能离婚吗？真的假的哟？你看现在国内的话，所以我要加入穆斯林，加入了穆斯林我就天天打你。你加入穆斯林关我屁事，我不知道走吗？分分钟把你登了。不能离婚。我管求的你能不能离婚？不能离婚就把你杀了。你再说一遍。那是这样子啊。佛曰什么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犯我，我必犯人。他强任他强，清风任山岗。好，现在太平湖就像墨水一样，然后静的呀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只有蝉虫和鸟鸣。这个湖是一点儿，那边它都没有打光，就突然一下好寂静啊。好吧，世界那么大，事儿大，牛天下。今天的太平湖的话，我觉得我没有看够。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再到太平湖这里再来坐一坐，再来逛一逛，感受一下太平的魅力。记得订阅关注一下哟。明天继续逛太平。太平湖逛完了，我们接下来又去吃。接下来想吃点啥呢？我想喝点水。我们又回到了这一个夜市，但是呢，对面那里的话有一个更大的夜市。你看到烟了没有吗？没有。它没有烟，它怎么可能是夜市？它有可能是卖杂七杂八东西的。我说它是，它就是。好喝酒啊！汪汪队，汪汪队。Novotel 这个商场，太平末的面前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停车场。停车场旁边这里就有一个夜市的样子，是夜市吧？来吧，溜达一圈，看看吃啥。这是吃面，鸡丝面、咖喱面，什么各种包。这个感觉可以哎，炒粿条才5块5，这个物价赶上东马了，比东马还要便宜，比明都鲁还要便宜。你看这些虾面那些5块5，要不要来？5块5虾面，我们走一圈吗？我想喝水，我们觉得其实可以先喝点水。鸡排饭、椰浆粉，主要是我不是太饿。不要看那个什么，就是我们吃那么点不会饿呀。我想吃水果。水果可以啊，哪里有水果？没有，我们去超市吧。超市有吧？我同意你买一点水果，可以吃菠萝啊。我买点水果都还要同意了。其实蛮热闹的耶，你觉得不？这里也是夜市，它咋那么多夜市呢？这是第5个夜市了。在太平绝对不会饿到吃的，关键是它很便宜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昨天就不知道，我们今天吃的那个反而贵了。你看人家这个什么八宝茶才1块6，这么便宜啊！这个椰子才5块钱一个。你要不要来一个？我不要来，我想我很热。好，我要一个龙眼水，一个八宝茶，对吧？在这里喝。要冰的哟。多少钱嘞？3块2哈。
介意硬币吗？硬币可以吗？哎，八宝是什么茶？阿华是冲的，我们是好像是凉茶这样，哦，哎，其实可以哎。是吧？对啊，它有那个薄荷清凉的那个味道。这个物价比东马还要便宜，比什么名都鲁斯乌啊这些都还要便宜，比那个沙拉沃都便宜。因为我们这边年轻人多数都出去做打工的，哦都是老人家，哦知道了老人家都没有什么钱用的，啊，但这样的话还有赚的吗？就没有赚的吧？赚的比较少了，就是在这里是过得去就可以了。我们刚刚去那个什么第一食阁哎，那个太平湖那个食阁，那里它价格也有点高，比你们这边要高一点。那个998也比你们高。这它电竞旅游区的比较贵一点。哦，就是算旅游了啊。这边就是当地人，大家对，都是老人家在吃。哎，你干嘛就我一个人？你没有人吗？我都要被杀了。不要说这些虎狼之词，快点一起。不能离婚就把你杀了。我就准备要打他，他说他要把我杀了。你看这种婆娘要来做什么吗？没有，那虎狼之词。我们现在在那个墓的下面，就是它那个太平墓的下面，然后我们发现一个宝藏地，这一个夜市基本上都是当地的老人家来吃的。然后它物价和价格的话超级便宜，而且种类很多，很多选择。你看我的这个八宝茶啊，我已经喝了很多了啊。然后这一杯的话才1块多，1块6，1块6。然后它的是什么？桂圆茶啊，桂圆茶。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桂圆呀熬的那些，这个都是老板自己他们熬的凉茶这种，然后也才1块6。这个物价比沙拉沃都还要便宜，比东马还要便宜，应该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最便宜的了。它这些虾面炒粿条全部都是5块6块，这个价格确实是穿越了。所以沙巴沙捞越的石油钱肯定没有到太平来，对，都被吉隆坡的用光了。大哥，哎，谢谢，蛮漂亮的。我明天还要去那个湖走一走，哎，很好，又小，然后又很自由，又比较那种轻松一点的那种感觉。这里没有像大城市这样子，没有那么累。对啊。蛮好的，我们再去找找。是的，好，再见。我们不是来的时候还在说嘛，这边是那个小贩中心，然后我们以为是门口的这一个店面，结果不是，哎，全部关门了。结果要走到里面去，里面才是，啊，失策。你是说我们来的时候还是？我们来的逛这里。对，我们来的第一个这个小食阁的话，应该就是这里，其实应该是最地道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进去。我们完美的错过了，我们相信了那个太湖边上的那个第一食阁。我一抬头，我的个妈呀！在马路中间，城市中央，还可以看到北斗七星。这个吴光源是做的有多好？